想要买一只日常使用、性价比高、穿搭气质好、低调又有内涵的爱马仕包，那一定就是令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马。之前为大家出过一期 BKC 以外爱马仕最好用的5款包，其中第1名呢就是令迪。评论区和私信也有很多关于令迪怎么选择尺寸、怎么选择皮质、是否保值之类的疑问。那这期视频小马就为大家详细讲解一下这款好用第1名的令迪。令迪诞生于2007年，这个包款的设计灵感来源于1920年流行的美国街舞舞蹈林迪·Hop，就像这样的。我猜呢，灵感应该就是来源于这种手拉手、轻松愉快的氛围感。其实我刚开始接触令迪的时候觉得怎么会有这么鸡肋的设计？普通的包包一般都是手柄在包身的前后两侧，怎么会有包的手柄设计在左右两侧的呢？这怎么拿呀？用手提的话，要把包身生生对折一下，这设计也太鸡肋了。但是后来我开始实际使用之后，发现这只包真的不简单。不仅使用上没有任何的问题，而且还会让你的穿搭成为点睛之笔，并且这种设计还被各种模仿，可见令迪真的是很香哦。我们先从它的外形来看，乍一看呢就是比较立体椭圆的包身，有手柄和肩带是一只可以手提肩背的两用包。手柄呢在包的左右两侧，手柄上面绑有肩带，这个肩带是粗的，会让肩膀背起来非常的舒适。比较有争议的就是肩带不能拆卸的，但这里的设计是让肩带可以在手柄上这样自由的滑动。当你想手提的时候，肩带可以很巧妙的滑到包包的另一侧，完全不会影响到手提时的美感。它的包盖和包扣是用2个拉链的包带扣在一起的。打开之后呢，敞口是比较大的，包内和包外两侧都有口袋，比一下是吧？很方便拿取物品。那这里有一个比较争议的话题了，就是有些宝宝觉得令迪的开盒需要3个步骤，就是把包扣打开，然后划开拉链，再把包盖打开。确实有一些繁琐其实有一种背法呢，就是不把包带扣死，就这么散着背，也是特别的好看。就像现在樱花粉的这个 mini 令迪的樱花粉这个样子，散着背也特别的好看。你看包带这么放，是不是有一点像一只小猫咪，还非常的可爱。关于令迪的皮质呢，因为包型的设计比较随意，在使用手柄的时候，包身也会折叠，所以令迪采用的大多是比较柔软的皮质。最常见的呢就是 S 皮、TC 皮和 Abacala 皮，较少见的呢还有帆布拼皮，还有鸡皮，稀有皮的鸵鸟皮和鳄鱼皮。另外还有肩带、包带、手柄这个部分是做成鳄鱼皮的踏尺款令迪。如果要推荐一个耐用的皮质，当然是 TC 皮。那要想显色更好，就是 S 皮或者是 Abacala 皮。我们再看一下尺寸。之前视频里面呢有简单提到过，令迪一共有5个尺寸，那是26、30、34、45，还有一个就是小的 mini 令迪。今天我带来的是令迪30，然后还有小可爱的 mini 令迪。这5个尺寸当中，最经典的尺寸当然是令迪26和30，被称作令迪的黄金尺寸。34厘米呢就稍微会大一些，45厘米更是给男性推出的用于旅行的包，现在基本上是没有再推出了。mini 令迪呢是2019年新推出的 mini 小包。mini 令迪的手柄就是比较短的，基本上只能用来肩背，手提用稍微有些吃力，一是手柄的空间不足，二是肩带是比较长的，又无法拆卸，我个人觉得会有那么一点点的违和感。令迪的优点之一就是我们肉眼可见的容量大，26厘米的尺寸，容量大约是4.8升，可以轻松装进长钱包、手机、化妆包等稍大件的随身用品。30厘米的容量大约是7.7升，比26厘米的尺寸容量大了近1.5倍。在日常用品的基础上，再多加1、2件薄外套是没有问题的。当然我刚刚说了，令迪包使用手柄的时候，包身
是会折叠的，所以不建议放太大、太坚硬的东西进去，比如说大的平板电脑或者是笔记本。笔记本基本上是装不进去的，小的 iPad 是能装进去的，但是包身就有可能会轻微的变形了，反而影响了令地本身的美感。30的容量，我之前视频是有大概测评过的，所以今天我就为大家测评一下这个 mini 令地的容量。之前小马也出过 mini 包的测评，感兴趣的话可以翻看哦。现在开始测评。这还是最基本的，零钱包，然后名片夹、口红，然后还有粉饼，然后还有口罩，然后还有一个糖，然后现在开始装。其实还是有挺多空间的，我觉得还可以装下小化妆包之类的。mini 令地的容量绝对是爱马仕 mini 包里最好的，但这里要说一下的就是令地的这个内袋，普通尺寸的令地的侧袋和内袋还是比较大的，可以放进去比较大的手机。但是 mini 的这个侧袋和内袋，大家看一下啊，是比较小的，手机是肯定是完全放不进去的，可以放进去单张的卡。底钉的部分呢也是有一些区别的，26以后的尺寸呢，令地的底钉这里是有5颗底钉，而 mini 令地它这里是有4颗底钉。另外，可能大家还比较纠结的一点就是令地的肩带长度问题。mini 令地的肩带是长的细肩带，我的身高呢是161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做一下参考。侧肩背的话，我觉得对我来说稍微有点长的，不过斜挎着背，我个人认为长度是刚好可以接受的。如果还是觉得太长的宝宝，建议这么手拿着肩带比较随性，也是非常时尚的。那令地26和30的肩带长度其实没有差太多，26会比30稍微短一点点。我给大家上身背一下这个30尺寸，看一下哈，背上后包身刚好会卡在腰间，30包身是比26要大的，所以更加随性洒脱。拿26感觉会更日常小巧。目前是小包当道，26比30要抢手一些，但选择的时候呢，还是要根据自己对容量的需求和穿搭的感觉来做选择。最后说一下大家一直都关注的升值与保值的问题。首先，想要以转卖赚钱为目的来买令地的朋友，小马告诉你可以直接放弃了。专柜爆出的全新的令地，想要转手出的话，基本上是无法卖到原价以上的。所以令地的升值空间，说实话是非常有限的。只有最近推出的 mini 令地，目前来看有一点点升值空间，转卖大概可以卖的比定价高一些。那么令地是否保值呢？比如买一支令地自用，考虑到以后不用之后转卖的折损程度来看，人气的颜色呢还是比较保值的。比如这个樱花粉的 mini 令地，就比这个金棕色内拼琥珀黄双拼色的要贵一些。同样的颜色不同皮质的话，大多数是 TC 皮的保值度会高于 S 皮。另外呢，之前视频有讲过，稀有皮包的保值度和升值度是极其有限的。注重升值度和保值度的朋友们，小马在这里建议大家要慎入。相反，二手市场的稀有皮包性价比是比较好的，喜欢的朋友可以考虑去二手市场上碰碰运气。之前评论区一个朋友说，想等到令地降价再入，小马可以告诉你，如果你想买，那就赶快下手吧。以我这么多年的经验，无论是专柜还是二手市场，爱马仕的包基本上是不会降价的。好了，如果你在考虑入手一支令地，希望这期视频能够帮到你。如果有不同的看法和疑问，欢迎大家评论区讨论哦。记得点击订阅，我们下期见。